2011年的一个晚上，斯普林菲尔德市的空气中带着一点回暖后的兴奋气息。一个叫做戏弄命运的乐队，在酒吧后的小舞台上收拾着吉他和扩音器。主唱马克·斯陶特站在乐队中央，他不是年轻小伙子了，60岁，嗓音中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以及一点布鲁斯的忧郁气质。这个晚上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他的朋友回忆说，那一晚，马克在舞台上拥有了整个世界。演出完成1周后，那天他本来应该自信从容地走进录音室，录下乐队的第一支正式作品。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出现在录音室里，精神恍惚混乱，皮肤呈现出病态的黄色。他听从了乐队成员的建议，停止录音，回家休息。之后就再也没能回到录音室。在复活节后的清晨，他死了。他的妻子戴安·斯陶特告诉警察，他常年身体虚弱，有很多慢性病问题。警察并没有过多怀疑，于是把马克的死因归为中风。他的遗体很快被火化，骨灰撒入了湖中。但奇怪的是，妻子戴安为什么没有送马克去医院呢？他的乐队成员和朋友们都不知道他的死讯。难道马克的死不是正常死亡？难道戴安和他的死有关系？没错，马克是被毒杀身亡的，凶手就是他的妻子，一个在周围人眼中总是面带温和微笑的女人，戴安·斯陶特。马克就这样被谋杀了。他留下了4个子女，立刻陷入了巨大的危险风暴中。这些孩子的亲生母亲戴安正酝酿着更多的谋杀。大家好，我是黑暗目击者云奇。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控制欲的母亲对儿子的毁灭。今天我们要目击的这起案件是一个母亲对整个家庭的毁灭，这就是发生在2011年至2013年间的微笑毒母杀亲案。要了解这个案件的犯人戴安，我们先从了解她的丈夫马克开始。马克出生于1951年密苏里州，他热爱音乐，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友善、体贴、开朗的人。80年代初，一个夏天的蓝草音乐节，马克坐在舞台下面的木椅上，正和朋友们讨论乐队能不能多加一首老乌鸦草药秀乐团的翻唱，而一个女孩吸引住了他的目光。戴安安静地站在人群边缘，穿着一身不起眼的灰蓝色连衣裙，手指在大腿上轻轻打着节拍，脸上洋溢着青春少女的美丽微笑。马克走到戴安身边，两人极其自然地聊起了布鲁斯与福音音乐的交错。戴安告诉马克，自己3岁起就学钢琴。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夏日午后，音乐和天气带来的那种恋爱的气息。他们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热恋。没多久，戴安就怀孕了。于是在1985年，马克34岁，戴安21岁，两人结了婚。婚后，马克的职业并不稳定，他在不同的公司岗位间跳转，也曾待业在家。戴安完成了他的护理学业之后，在联合健康集团任职，一直升任临床主管，同时在教堂演奏管风琴。他成了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在27年的婚姻中，他们一共养育了4个孩子：肖恩、莎拉、瑞秋和布里安娜，一家6口挤在85平米的一个小房子里。这个家庭的经济并不宽裕，所以戴安毒杀马克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吗？根据后来戴安的供述，他对动机的解释是：我讨厌他，他让我恶心，他懒得要命，还时常发脾气，
朝我和孩子们扔东西，它影响孩子们的生活。这么听起来，戴安是为了保护孩子们才杀死了马克。那为什么在丈夫被杀的几个月后，她又杀死了儿子肖恩呢？2012年4月，戴安和马克的长子肖恩也在家中死亡。肖恩26岁，自闭症患者，他不常出门，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但他安静，热爱漫画，喜欢机械，并且在网络上非常活跃。在他死亡后，戴安打了911，通报了儿子死亡的消息。他随后告诉警察，儿子肖恩有癫痫病史，最近又开始发作，并且他最近情绪不好，一直待在房间里。警察这一次依旧没有怀疑。然后戴安迅速安排了火化，没有葬礼，没有讣告，没有牧师，也没有邻居来访，只有死亡记录中记下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肖恩的嘴角有一圈血迹。这和马克的死亡记录中的细节一模一样。没错，戴安用往饮料中加入防冻剂的同样手法，微笑着杀死了儿子肖恩。2起连续的谋杀之后，这个家庭似乎陷入了一片平静中。时间来到了2013年6月初，大女儿莎拉·斯陶特开始发烧。她24岁，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会说法语，曾经想去巴黎做一名语言教师。她是家里最独立也最想离开的孩子，但是这个时候，她的身体无法离开。乏力、头痛、恶心、呕吐、手脚发冷、站不稳、语言混乱，甚至逐渐失去意识。莎拉察觉到不对，她请求戴安送她去医院，但是戴安却表示：“你只是太焦虑了，需要去喝点水。”戴安没有带莎拉去医院，任由她在床上躺了整整3天，连厕所都需要扶着墙去。直到第4天，莎拉还没有死，她在床上不断发出痛苦的声音。这样，她终于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对她的情况感到惊讶。年轻女性，24岁，呼吸急促，皮肤潮红，意识模糊，可能存在严重器官衰竭。器官衰竭？一个24岁的年轻女孩，没有任何严重的病史，为什么会忽然器官衰竭？医生们迅速展开检查，但检测结果令人困惑。所有常规毒物筛查都呈阴性。莎拉看起来像中了某种慢性神经毒素，却找不到来源。她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连夜抢救。戴安等在外面，他微笑着和人聊天，说计划1周后去佛罗里达度假。事情就是这么诡异发展。终于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手了。警方的匿名热线响了起来。一个人在电话中向警方透露了对戴安的怀疑。她丈夫死了，她不伤心；她的儿子死了，她不说话。现在她的女儿躺在 ICU， 而她在跟人开玩笑，说着度假的安排。这个人是戴安工作教堂的牧师杰夫西皮。他和戴安因为工作关系有很多接触时间。戴安在家中惨剧发生之后的反常表现，引发了他的怀疑。在莎拉入院之后，他决定站出来，向警方举报。牧师的举报电话终于引起了警察的重视。斯普林菲尔德市警署的尼尔·米克·阿莫斯探长接手了案件的调查。他立刻调取了马克和肖恩的死亡记录，然后他震惊了。2人死前均出现了语言含糊、肾脏衰竭、黄疸和口角出血的症状，而此刻躺在医院的莎拉，病理表现完全一样。警方终于介入了。他们在莎拉病情略微稳定后，前往戴安家搜查。在厨房角落的柜子里，警察找到了一个深蓝色的瓶子，标签部分撕毁，瓶底残留一圈透明液体，那是防冻液。防冻液的主要成分是乙二醇，一种带有甜味、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化学物质，极易混入可乐、果汁等饮品中。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这种有毒成分本身有非常明显的甜味，除了被人用作投毒之外，常常也会被动物误食而造成死亡。所以就在马克被杀的前2年，防冻剂已经被美国政府明令要求增加苦味剂，以达到警示的作用，避免误食。而有着专业医学常识的戴安显然是知道这一信息的。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警方调取了戴安使用的购物记录，在一家线上汽配平台上找到了他几个月前订购的一种未加苦味剂的老款防冻液。可以说戴安实在是煞费苦心啊。同时莎拉的血液样本立即被送往特殊毒理分析，不出意料，她的体内果然含有乙二醇，并且已经达到惊人的致命剂量。6月20日，警方正式逮捕戴安·斯陶特。戴安终于被捕了。很难想象，如果戴安谋杀了莎拉，又再一次逃脱警方的视线的话，会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呢？比如说瑞秋。戴安在审讯室里给出了答案，他没有毒杀瑞秋的计划，因为瑞秋是他的共谋。2013年6月20日，戴安被带到了警局的审讯室，声音平静而低沉，平时的温和微笑此刻不见了，脸上是冷静的表情。起初，他对一切指控都拒不承认，并且对躺在病床上的莎拉态度非常冷淡。他说，莎拉很难搞，很难让她去医院。言外之意是，女儿送进医院晚了，不是她的错，而是莎拉自己的错。和很多凶手一样，他们最喜欢把责任推卸给受害者。警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关于马克的死亡问题上，警察换了一种方式问戴安，是不是马克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必须要采取行动，保护孩子们？戴安放松了警惕，他说出了是怎样谋害马克，连续好几个星期在马克喝的加德乐中放入防冻剂。这是一个突破口。自此，戴安不再狡辩，他向警方供述了及其谋杀的过程和动机，而这些动机听起来非常的荒谬、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他说，他为了保护孩子，必须杀了马克，而肖恩不做家务，太懒太烦人，简直是个害虫。莎拉太吵太难搞，还背了大学学费贷款，所以都必须除掉。这些荒唐的理由已经足够让警察们惊讶，但是当他供诉二女儿瑞秋是他的共谋的时候，警察们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但是这一次，警察还是采取了行动。他们在6月21日再次搜查了戴安的家，这次的重点是瑞秋的房间。6月22日，警察逮捕了瑞秋。瑞秋·斯陶特21岁，是家中的第3个孩子。他没有念完大学，也没有搬出去工作，常年生活在家里，几乎和他的母亲形影不离。教会的人记得，他总是在礼拜结束后帮戴安收琴谱、搬乐器，是那种安静、稳定、不会惹事的孩子。邻居说，他存在感很低，不像年轻人，他的社交圈极小，在家中，他始终是那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孩子。瑞秋刚刚被带进审讯室里时，她的表现和母亲戴安一模一样，拒不承认一切指控。警察从容地拿出前一天搜查到的证据，那是瑞秋亲笔写的日记。这时候，瑞秋的心理防线完全崩溃了，因为日记本上写着，我的父亲将在2个月内离开，我的哥哥很快也会跟上。等这一切结束，我、妈妈和小布会留下。这些明确的证据不容瑞秋抵赖，而更可怕的是，日记是在马克被害前1年记录的，那时候瑞秋只有19岁。这个案件充斥着像这样的黑暗，每一次以为已经很惊人的时候，就会马上发生更不可思议的转折。
就在瑞秋承认了她参与戴安对于丈夫和子女的谋杀时，戴安给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说辞。他声称，他不是主谋，这起案件的主谋是瑞秋。瑞秋，19岁的瑞秋策划了长达2年的一连串的毒杀案件。母亲戴安只是一时糊涂，在脑子不清楚的情况下帮助了瑞秋。这能让人相信吗？让我们再仔细看看瑞秋。他对警察承认了以下事实：他知道母亲在准备一些特殊饮料，他帮助过母亲给父亲和哥哥姐姐递过这些饮料，他也清楚这些饮料会杀死父亲马克、哥哥肖恩和姐姐莎拉，甚至他对将会继承父亲马克的车感到非常期待。他提出过不要杀死肖恩，而将他送进疗养院，但这个想法被戴安否定了。正是最后这点，在司法机构对瑞秋进行的心理评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法庭认定瑞秋曾在内心挣扎，但未采取行动。在此案中，他是共谋而非主谋。关于这个认定，我个人是同意的，因为戴安的供述中有太多无法解释的矛盾，比如所有人都认为马克是个开朗好相处的人，只有戴安说他易怒，影响孩子的生活。如果戴安为了保护孩子而选择杀死马克，那么为什么杀死孩子肖恩，最后又在案情暴露后把责任推给另一个孩子瑞秋呢？为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戴安撒了太多谎。他为了逃脱主谋的惩罚，不惜将罪责推给女儿，用心实在是阴险狠毒。在重重谎言之后，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研究这个案件时，我有很多的疑问。第一，戴安是一个信奉基督教路德宗的教会成员，也是接受过护理训练的专业人士。他的信仰和职业培训原本都应该让他更尊重生命，为什么他还会杀人？这看起来很矛盾，但这也正说明了他不是不懂得分辨善恶，而是选择无视善恶。信仰对他来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伪装，是他控制形象的舞台，而医学知识是他精准投毒、掩盖真相的工具。第二，为什么他在犯案后一点也不懂得伪装悲伤呢？如果他在马克死后至少假装哭一下，也许牧师就不会发现他的异常，他的罪行就完全被掩盖了。他难道不知道表现出悲伤是社会的常识吗？答案是，他当然知道，但他可能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戴安平时在教会弹琴，说话温和，沉默少言，这一切都可以装出来。但在亲人重病、丈夫刚刚死亡的情境下，她该表现出的慌张、悲伤、惊恐，这些她不会演，也根本不觉得有需要演。这正是许多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的经典表现。他们在长期社交中可以维持基本人设，但在高压、情绪极端事件发生时，无法模拟出恰当的应激反应。第三，他为什么要让女儿瑞秋加入谋杀？他不怕瑞秋说出去吗？这个问题是整个案件中最阴冷也最复杂的部分。我认为，戴安选择让瑞秋知情、协助，是一种心理巩固机制。他需要有一个角色对自己做出心理说服，合理化他的杀人行为，就像他的借口，为了保护孩子杀死马克，所以作为孩子的瑞秋成为共谋，对于他来说合理化了整个事件。冷酷的谋杀变成了家庭内部清理活动。第四，既然戴安最后把责任推卸给瑞秋，那么他为什么不让瑞秋去买防冻液？这样不就可以在案件暴露之后更好地隐藏他自己吗？
其实，这个动作展现了戴安反社会人格的另一面。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完全的信任，他不相信瑞秋可以完成关键步骤，他选择亲自购买，亲自下毒。他必须掌握风险链条的核心环节，只有在关键步骤完成之后，由他监督着，可以让瑞秋把下毒的饮料递给受害者，以保证瑞秋在案件中的参与。这也引申到第5个问题：戴安到底爱不爱女儿瑞秋呢？表面上，他们俩是最亲密的一对，他们一起参加教会，一起分享家务，一起在 Facebook 上调侃我们是疯子。在外人眼中，这对母女是无话不谈的典范。但是我们看过很多案件，真爱对方的罪犯最后不惜为对方顶罪，而戴安恰恰相反，他把主谋的责任推卸给了瑞秋。很显然，他根本就不爱瑞秋。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戴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控制狂，他不爱任何人，除了他自己。在我们讲过的前一个案件中，布莱恩的母亲罗贝塔也试图控制一切，但她的方式是极度保护、过度亲密、排他性的情感依附，而戴安的方式是操控、剪除、不留痕迹。罗贝塔怕儿子受伤，戴安怕别人不听他的话。前者是偏执的爱，后者是冷血的主宰欲，但是共同点在于，控制狂终将以某种方式自我毁灭。2016年，戴安站在了法庭上，面对她毒死丈夫马克、儿子肖恩、试图毒死女儿莎拉的所有指控，她选择协议认罪。这是一份阿尔福德认罪协议，也就是说，在这份协议下，戴安不用承认她犯了谋杀罪，而是检察机构掌握的证据可以定罪她。她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个残忍杀害了自己丈夫、儿子，差点杀了女儿的女人，最终连一个对不起都没有说过。女儿瑞秋在法庭上认罪，她被判处2级谋杀，终身监禁，但是允许假释。莎拉身体里摄入了致命剂量的毒药，虽然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但是她一度无法走路，无法独立生活，人生完全被改写。她在法庭上说：“我原谅他们，但他们不仅杀了我的亲人，还夺走了我的生活、我的未来和我的独立。”2022年，他在接受 ABC 的访问时，终于吐露了内心真实的感受。I consider them as killers who hate me. 莎拉的话，对于戴安来说，残忍吗？完全不会，因为在同一个节目的访问中，戴安在狱中面对着镜头，居然又微笑着给出了新的说辞：“不是我，也许是马克身边那些人给他下的毒。我丈夫交往的朋友都很可疑，这件事情背后非常复杂。”你能相信吗？他亲口承认过，在马克、肖恩和莎拉的饮料里加入了防冻液。可多年之后，当镜头再次对准他，他立刻抓住了表演的机会，回到了他最熟悉的伪装里。他把一切都推给别人，推给空气，推给完全不存在的第三方。有一些话，我想对戴安说：你不是一个妻子，因为你亲手将27年婚姻中的丈夫生命终结；你不是一个母亲，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爱过你的孩子；你不是一个信仰者，因为你背弃了光明、尊重、怜悯和爱；你是那个在家里下毒，又在镜头前说我不知道，选择撒谎到最后一刻的人。戴安，你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证明了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恶魔不值得被原谅。每一个真实的罪案，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故事，它是一场心碎的悲剧，一块未愈的伤疤，
也是对世界的警示。请正在观看这个案件的朋友，警惕身边那些无法和你共情的人，找回自己人生的控制权。你相信戴安的说法吗？你觉得他是天生冷血，还是生活中变成了这样？欢迎订阅留言，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是云奇，我们目击黑暗，去寻找光。